G7峰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还正式宣布了一项基建计划，目的是在未来5年内筹集6000亿美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基础设施的资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始终欢迎一切促进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倡议，但反对打着基础设施建设旗号推进地缘政治算计、抹黑污蔑“一带一路”倡议的言行。G7 would step up and provide financing for quality, high standard,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in developing and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What we're doing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and I'm proud to announc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mobilize $200 billion in public and private capital over the next 5 years for that partnership. 拜登表示，这些国家计划在2027年前为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调动6000亿美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表示，欧洲将认捐其中3400亿美元。对于美方提出的这一计划，在周一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作出回应：中方始终欢迎一切促进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倡议。我们认为，各类相关倡议不存在彼此取代的问题，但我们反对打着基础设施建设旗号推进地缘政治算计、抹黑、污蔑“一带一路”倡议的言行。事实上，除了用基建倡议来碰瓷中国，美西方还借此炒冷饭，再次污蔑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造成所谓债务陷阱。赵立坚驳斥称，这完全是一个伪命题，没有任何一个“一带一路”伙伴国家认可所谓“一带一路”造成债务陷阱的说法。事实上，美国才是债务陷阱的真正制造者。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缺乏监管的金融创新、恶意做空等行径，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对有关国家落入债务陷阱更是难辞其咎。值得注意的是，去年6月举行的G7峰会上发起过一项名为“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之后却进展寥寥。1年中，相关项目的金额总共只有约600万美元，与承诺投入的数十亿美元相去甚远。外界认为，今年的新倡议相当于对旧计划进行翻新后重新推出，但6000亿美元的天文数字恐怕引起美国人的不满。况且，拜登民调陷入低谷，极有可能在今年底的中期选举之后跛脚。如果真的这样，这6000亿美元大概率又是说说而已。另有分析指出，目前这些国家整体面临高通胀，已然不太可能为美国新承诺提供大量资金。无论新旧倡议，只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据悉，美国外交杂志网站日前刊文指出，美国不应该照搬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因为美国基建能力与中国存在巨大差距。美国在投资和维护自己的实体基础设施方面都做不好，遑论去海外建设基础设施。实际上呢，这也是胁迫这些盟友呢跟着他去对抗中国，重组全球的供应链。所以他真有空头支票这一面，但是呢，他有搅局的破坏一带一路建设。跟他讲胁迫这些国家站队。外界还关注今年的G7峰会上还将就哪些涉华议题进行讨论。去年的G7峰会后发表的领导人公报，公然就涉疆、涉港和涉台议题污蔑抹黑中国。事实上，美欧之间的对华战略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在本次G7峰会召开前一天，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记者会上阐述了对华关系。米歇尔表示，中欧关系主旋律依然是合作共赢，欧洲希望与中国合作。On one hand, the EU extremely open. We provide access to our single market. On the other hand, we can observe that there is a lack of reciprocity. And that's why we think it's important to engage with China, to be speaking terms with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北约峰会将于周2至周4举行，应对俄乌冲突无疑是会议要点之一。值得警惕的是，此次峰会邀请了亚太国家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领导人参会，美日韩3国还将借机开小会。各种迹象表明，在提出所谓全球化北约的战略后，北约的战略中心正事实上转向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
对于乌克兰总统顾问阿列斯托维奇近日曾表示，乌克兰事实上已成为北约的一部分。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周日向该国媒体《国家报》表示，虽然北约邀请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这场峰会，但本次北约峰会不会讨论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而且乌克兰入约问题从未被提上议事日程，现在依然没有。值得注意的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峰会开始前主动为俄乌冲突定调。他周日表示，尽管美国和欧盟在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但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并未爆发全面战争。俄媒认为，乌克兰能不能与俄罗斯和谈，与北约主要国家美国、英国等的态度有直接关系。对于北约对乌克兰扑朔迷离的态度，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伊戈尔·若夫克娃表示，乌克兰已接受无法加入北约的现实，不会为此采取任何进一步措施。但他强调，乌方仍希望在北约的政策上拥有发言权。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来看，它很难消除和俄罗斯之间的领土的分歧，所以说就这个门槛，它很难实现真正加入北约。北约乌克兰之间，它可能会形成类似于一种北约加乌克兰的这样的一种长期的这种安全上的对话机制，包括军事上的协作机制。本次北约峰会的另一个焦点是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的问题。今年5月，两国已经提交了书面申请，但由于土耳其等国反对，芬瑞入约一事也陷入僵局。在这次北约峰会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主动给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打电话，重提要求瑞典和芬兰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正在进行的G7峰会扬言要在未来5年以政府及民间筹集方式筹措6000亿美元，以和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全面竞争。您对此如何看？好的，主持人。那么本周G7峰会和北约峰会在德国以及西班牙连轴召开。外界最大的焦点呢，还是美西方如何协调对俄罗斯的最新动作，包括制裁等等。毕竟呢，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到了第5个月，而俄军在乌东顿巴斯地区的进攻已经呈现压倒性的势头。但是呢，我注意到，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那么今日美国报记者今天从G7峰会现场发出的专题报道，还特辟了一个小节，叫 "Don't forget about China"， 别忘了中国。美报就引述白宫高官吹风称，拜登在峰会揭幕前和东道国总理索尔茨会见时，专门讨论了中国议题。拜登就强调，和中国竞争将是他的对外政策的主轴之一。那么这也预示了这2场连轴峰会的风向，美国将会鼓动西方国家大打所谓的制华牌。英国路透社周日发自G7峰会举办地的电稿，同样援引白宫匿名官员预告，在周3揭幕的北约西班牙峰会上，将会通过北约的战略文件。那么这是北约10年一次的战略更新，将会明晰北约所谓的新战略概念，包括确立战略目标、宣示共同价值观等等。那这位匿名官员毫不讳言，北约新战略文件将会首次触及中国，并且呢明确将会对华强硬。路透社电稿将他的吹风原话 "Strong on China" 直接做进了标题。所以就此看来，这2场连轴峰会确实呢值得我们关注警惕。美西方会操弄哪些个涉华议题，会打出哪些个制华牌，我们必须要密切跟踪。也只有了解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才能够深切体察G7所谓基建替代计划的满满的恶意。事实上呢，西方媒体已经在就此大造舆论了。面向发展中国家的G7所谓6000亿美元基建融资计划，媒体提及率最高的一个英文关键词是 counter， 就是呢要对抗中方的一带一路倡议。但是我们必须要指出，美西方基于对抗思维、基于阵营对抗的所谓基建规划，它是注定难走远的。因为美西方的基建动议本身存在着一系列无法回答的追问。那在您看来，G7基建动议存在哪些无法回答的追问呢？首要的追问当然是钱从哪里来。拜登上台没多久就提出国内涉及数万亿美元的基建升级计划，但是呢，计划送进国会山审议，就是面临各种卡顿与争议，甚至拜登本党的议员都有人在唱反调。国内基建动议都搞不定，那么遑论投资海外呢？拜登声称美方出资2000亿美元，欧盟方面出资3000亿欧元，其他G7成员国也会各自出资。但是这些国家无一不在国内面临着通胀猛虎，老百姓民生可以说是压力山大。那么基建投资怎么掏？当然不是政客作秀拍照
拍胸脯就能够敲定的。其次，那么基建投资从来都是长期规划，6000亿美元覆盖的时间窗口是未来5年。G7哪个领导人他们敢承诺5年之后自己一定还在台上呢？拜登之后如果来个特朗普式的继任者，是不是进白宫的第一天就会把这所谓海外基建大计签字作废呢？拜登上次来欧洲是他就任总统之后首次外访，那么他抵欧一路高喊美国回来了。但是法国《世界报》当时就曾经在要闻版发问：是的，美国回来了，但是你打算回来多久呢？西方政党轮换与基建投资的长期属性之间，先天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张力。退1万步来说，那么即使基建的资金问题能够解决，那么这笔钱它将会怎么花呢？很显然，美西方是决意要把海外基建投资打造成战略工具的，不然对抗“一带一路”倡议又何从谈起呢？上周，中国最高领导人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时就告诫，把世界经济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终将损人害己。这番论述击中了世界的痛点，引发强烈共鸣。如果西方把对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投资也做所谓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的扭曲操作，难道不是在制造新的基建干预陷阱吗？美国巴隆士周刊在G7峰会召开前一天刊出这样一个标题评论：富国领导人应该停止口头承诺，真正制定实施计划。但是这是拜登们他们愿意做、他们能够做到的吗？